免责声明：以下视频提到的内容均不涉及 AOZ 机设讨论，也不做任何机设的科普，是纯粹且完全主观的玩具评测节目。如若提到任何不对或观众觉得不适的点，请移步评论区友好讨论、科普交流。我想想还有什么假美蝶啊？为避免纠纷，以下内容尽量使用代称。是真没想到这个系列竟然还能稳定出，而且萌妹高达海二没等来，初号机海瑟斯雷先来了。不过海瑟斯雷都出了，萌妹海二估计也快了吧。万幸的是，初号机的价格并没有像萌妹高达一样被导狗爆炒，即便是现在的 M2 魂定价已经很离谱了，但至少这只初号机能贴着原价的边买到，那就带大家来开箱看看它的表现吧。别看这个刚开盒，看着配件是非常多啊，实际上大部分都是挂载在本体上的。这里就先把所有的东西先挂载上去。首先要把2根炮管给抬到垂直向上，接着给这个推进器背包装上光束剑柄。这次没想到这背包竟然内嵌了合金件，然后装上这个重要的万能接口连接底座。话说这连接的小插装啊，如果之后连的东西太重，感觉很容易掉啊。接着给脚掌穿上形似辅助推进器的高跟鞋，这里的搭载就是塑料应力挂上，并不是很牢固，把玩的时候动到脚掌的话会感觉松松垮垮的，体验感不是很好。接着是个裆部的机械臂，这其实是萌妹高达身上拆下来的上半身，这里要先把手归位，然后拆出机甲再给换上去，把萌妹的上身卡到了自己的裆上，这个设计真的很有意思啊，有画面了。最后是这个形似盾牌的机械狗，把狗绳翻出来卡到手腕上，这次的狗绳是不可展开延长的，想要真的还得买配件包。另外给了2根形似炮管的象牙，金色界面涂装是还原了象牙的类似扎古热能斧的近战武器设定，这里可以根据用炮管还是热能刀选择对应的象牙装到狗嘴上。OK， 那么初号机海瑟斯雷的所有武装就搭载上去了，你不得不说藤冈的审美是非常在线的，整个机体能感觉到各种装备搭载的敦实感，但并没有显得很臃肿，反而有一种浓厚的机械美学在里面。配合上 M2 魂的全涂装细节，一眼看上去确实很帅，也难怪这个系列现在这么多狂热的教徒。另外有人问能不能把初号机的奥斯拉给拆出来，这里回答下不行的，起码肩甲肩炮那里就是一整个新规的零件，大臂连接的那里的辅助推进器也是，都是做死了装上去的，所以是不行的。不过其实肩部是球关结构，非常容易拔下来，这么设计必然有其道理，这种 HG 拼装一样的结构，你懂的。那这次本体的细节表现，我个人认为还是非常优秀的，零件几乎都做了全涂装，至少所有表面都统一喷了一层保护漆，使得整体发色统一，大的涂装瑕疵也基本上是没有看到。遗印细节也给的非常的丰富，虽然有部分遗印是有点小，导致糊成一团，但不去细看的话都还好，整体看上去也不像牛皮癣一样的杂乱，总之就是挺好看的。另外有很多细节，包括比如腿部推进器喷口内的细节，设定上采集数据用的荧光绿涂装监视器，总之就是有很多小细节也没有放过，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好的 M2 魂的表现。OK， 那么看完本体再回到配件，就像开头就说的，大部分零件都被装到本体上了，留下的就是光束军刀和剑柄、背包支架的连接件、热能刀状态下的炮管，以及 T21特征化的枪口挂着 E-Pack 弹夹的光束步枪。另外给的这3对造型手也很值得夸一夸，一对乌质并拢的张开手，一对握枪，一对握持的标准配置，给造型手做了形似指尖数据采集器，实际就是指甲油的涂装，可以说是很精致了。单从我手上的这只来说，我对初号机海瑟斯雷还是挺满意的，而且整个上半身也做了新规，那就一起来看一下它的可动表现吧。首先这只有15度的低头幅度非常拉垮，并没有对低头做特殊设计，然而抬头倒是在后脑勺留了很多空位，能仰头45度。左右的摆头幅度竟然比低头还稍微大一点，大概20度左右，只能说初号机的脸太大了，空间留得足够。转头是没有办法360度的，背部这里有干涉，左右的90度转动也是极限了，而且由于两侧有衣领，转头过程中抬头幅度被锁死了。大臂根部有一段拉伸牵引关节，这里如果不是肩胛的造型干涉，甚至能做到90度的向前折叠。向后则是靠着连接处的球关摆动幅度，这里大概也有个20度多一点的范围。平台方面，肩胛做了独立的上抬可动，大臂根部的关节已经能做到120度的上抬，肩膀根部的球关又给多了20度的上抬范围。如此灵活的大臂，360度的垂直大风车当然也是没有问题的。平转关节做到了大臂的根部，可以360度转动。曲轴也很有意思，推进器的上段就有一段45度的折叠角度，而真正的肘关节这里埋进了推进器上段一部分，但配合起来整个驱动过程还是能做到180度小臂贴住大臂。胸腰这里造型完全新规，然而看似有一段胸腰间的空隙，但实际就是怎么也掰不动，要么就是本来就没可动，要么就是太紧我不敢掰。左右的转腰也没办法做到90度，大概也就是比60度多一点的转动幅度。前裙架有90度的上抬幅度，侧裙架这里就只有非常小的上抬幅度，而后裙架这里就是直接做死了。腿部可动方面，前踢依然会撞到裙架，小幅度抬起避让后可以做到90度的前踢幅度，向后踢就很局促了，大概能到15度左右吧。侧踢虽然能到90度，但是只有在大腿垂直向下的时候才能做到，否则会和大腿根部干涉。平转这里同样干涉很大，从大腿根部向外转也只有不到90度的范围，向内更是几乎转不了。
曲器由于推夹体积太大，干涉严重，只能做到90度的曲器幅度。整个脚掌的上抬幅度是很小的，30度左右，向下垫脚的幅度也是差不多30度，很一般。脚踝内做了液压杆的细节，但是脚部的左右转动只有30度多的幅度。脚掌的向内接地也很小，大概30度的样子。向外的接地也是差不多这样的。其他各部位还有零星的可动，比如光束剑柄的基座，背包上方的炮口展开机构，整个背包也能向前翻折。背包后方的推进器喷口也有小幅摆动，两肩上的炮口也可以做多轴的转动，也能向上抬起到肩膀上。炮的根部可以看到是一个万向的球冠连接，可动的角度几乎说可以是全向了。接着是这个萌妹高达的尸体机械臂啊，当然这玩意儿不可能真的给你弄一个上半身，所以也只会有视频里展示的这么几个轴的可动，其实范围也还算是挺大了，但是没有侧抬的角度还是比较可惜的。另外比较弱智的是，这个组件会代替前裙甲来干涉前踢，只要装上了，那就没有任何前踢的角度了。最后就是这只狗的可动了，除了之前说到的没有伸长的狗绳以外，其他的部件都和正常的复合盾是一样的。说白了就是没有给里面的连接件的替换键啊。狗爪这些地方也是能打开的，但可惜没有替换键，就还原不了遛狗的模式，万代特有的抠搜。OK， 那么以上就是这台 T21海瑟斯雷的全部内容了，各位觉得怎么样呢？当然了，虽然是新规的上半身啊，但本质上和之前的海兹尔改在把玩体验上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，所以价格和素质啥的其实都在预期之内，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亮点。而且我开箱的时候就知道，这家伙如果摆 pose 的话肯定非常的难，这玩意儿的战时效果是一流的，但要摆出动感那真是杀光脑细胞啊！而且支架连接件无敌的松，稍微调整一下角度就会从支架上跌落下来，真的非常难受。不过最后成片的效果还是挺不错的，只能说这个系列的可玩可展示的点还是挺不少的。虽然拆不出奥斯拉啊，但之后肯定会有源源不断的配件包来补强这个形态的。当然了，说明书上提示你现在就能把拉二的部分零件给装上去，搞一个简单的尝鲜模式。这里可以把拉二配件包的上面的推进器拿出来装好，然后拿出这次专门给的连接件给插上，调整炮口避免干涉，然后把推进器连接到背包的插栓内，然后你就能得到这台盖版的海拉2了。然而如果你问我能不能全部都搭载上，能不能完美的还原，是不能的，毕竟这拉2是给 T26用的，至少说明书上没有这么写。但具体能不能实现实装就看你的发挥了。这里由于实在是怕被喷，不懂 AOZ， 也就不做搭积木的展示了。有想法的兄弟可以自己搞来试试。不过我觉得现在这个样子其实也已经挺好看的了。好了，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。这期剪完我自己都觉得剪得有点莫名其妙，但还是请各位大佬轻喷，友好交流啊。那么下期再见。